多机横屏已经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保留节目了。之前我们对比过标准版旗舰性价比机型，唯独没有做过顶配超大杯旗舰的横测。那刚好最近趁着 vivo X200 Ultra 刚刚发布的热度，这期视频就来对比当下的几台主流影像旗舰 iPhone 16 Pro Max、小米15 Ultra、OPPO Find X8 Ultra 和 vivo X200 Ultra， 看看他们在各方面，特别是影像上的表现究竟如何，谁更能配得上 Ultra 这个名头。事不宜迟，我们进入正题。四台机器摆在一起，除了苹果，其他三台安卓阵营的旗舰多少有点趋同化的观感，好像没有大圆饼镜头模组就不能算 Ultra 了。但实际上手摸过之后，三家在手感上的区别还是非常巨大的。小米15 Ultra 虽然是四台机型里尺寸最小的，只有 6.73 英寸，甚至后盖为了偷轻也没有用传统的磨砂玻璃材质，可惜它的重量还是没有能跟其他几个对比机型拉开差距。226克的重量跟尺寸更大的 OPPO Find X8 Ultra 一样，略轻于另外两款。双拼的后盖材质倒是很新颖的体验，玻纤和素皮都不容易留指纹，触感也称得上细腻。镜头模组虽然是四台机器里面积最大的，但跟背板的平滑过渡又弥补了这一点，配合上后盖跟边框的大圆角转折，整体的手感算是比较圆润好握的。OPPO Find X8 Ultra 针对手感的优化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做薄，整机厚度仅有 8.78 毫米，同时镜头模组的凸起也是最小的那个，再加上做了一定的过渡，因此在实际握持中，它的模组其实并不会产生特别高的存在感，可以说是这些奥利奥机型里头感知最不明显的。外加 Find X8 Ultra 也是今年安卓阵营里唯一一个坚持用直角边和直屏的超大杯旗舰，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手感跟 iPhone 16 Pro Max 的相似度反而会更高一些，毕竟都是直屏直角边加磨砂玻璃后盖嘛。但 Find X8 Ultra 的直屏带来的还有另一个优势，这点我们对比屏幕的时候再说。vivo X200 Ultra 给自己冠上了微单的名头，也因此类相机的设计语言贯彻了 X200 Ultra 的全身。最明显的就是镜头模组高耸到可以一手提起的凸起，神似变焦环的一圈纹路，完完全全就是照着相机镜头的外形去做的。当然并不是说这样不好，把镜头模组做高意味着不用像小米15 Ultra 一样把一部分影像部件放在机身里，导致厚度增加。对于手感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横向握持打游戏时会硌到手，但奥利奥的模组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问题，只是 X200 的模组高度更放大了这一点。最后是 iPhone 16 Pro Max， 说实话苹果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新的点可以讲了，年年都是镜头组合排列变一下，别的大差不差，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的存在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直角边框的手感标杆，让人挑不出毛病。结论，小米15 Ultra 大于 OPPO Find X8 Ultra 约等于 iPhone 16 Pro Max 大于 vivo X200 Ultra。无一例外，影像就是这些超大杯旗舰的核心卖点，因此影像对比也是这期视频的重头戏。我会从参数、拍照和视频三个部分详细的对比这几台机器。先上三台安卓旗舰的配置对比图 ，iPhone 会比较特殊，放在最后单独讲。可以看到 OPPO Find X8 Ultra 和小米15 Ultra 的主摄和超广角用的都是比较主流的方案，不同的是 Find X8 Ultra 多加了一个单匣镜头，用来进一步调节成片的色彩，而小米15 Ultra 则是把重心放在了长焦微距和潜望式长焦上。vivo X200 Ultra 为了全面向微单看齐，连主摄的原生焦段都跟别人不一样，选择了35毫米，这也意味着15毫米到35毫米这个焦段区间只能完全用超广角来裁切构图。那看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基于各家厂商对于今年超大杯旗舰的产品策略和设计理念，几台机器在影像系统上的侧重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单纯的 PK 每个镜头的素质其实并不太严谨，所以接下来我会从人像、景物以及视频拍摄这几个最常用的细分领域来一个个对比。首先来对比人像方面的样张，可以看出来 OPPO Find X8 Ultra 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新增的单匣原彩镜头的优势显露无遗，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自然光照条件是好是坏， Find X8 Ultra 都能相对精准的抓住模特的自然肤色，并且脸颊、额头和嘴唇这些比较能体现气血感的位置也会更加红润一些。说白了，直出不调就已经能发朋友圈了。背景虚化方面 ，Find X8 Ultra 的综合表现也是最好的，像头发丝边缘还有衣角这些比较容易抠歪的地方，失误率明显都会低很多。小米15 Ultra 的肤色还原，说实话并不是让我很满意，很多场景下都会出现偏黄的情况，而且涂抹感是三台机型里头最严重的。像脸上的一些应有的细节缺失的就比较厉害，表现明显是不如其他两台手机的。vivo X200 Ultra 肤色还原做的也算不错，整体的取向会偏白一些，哪个好取决于个人审美差异，我个人会更喜欢 OPPO 的红润肤色，看上去会更生动一些。而虚化这块必须要吐槽的是 X200 Ultra 在亮光条件下的调教是有些瑕疵的，背景的
的光斑实在是很硬很明显，这应该是算法上的问题，只能期待后续优化调整了。人像方面对比下来，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毕竟人像摄影一直是 OPPO 的看家本领。这次单下镜头给色彩带来了加成，比我预想中还要明显一点，这个结果也是情理之中了。结论 ：OPPO Find X8 Ultra 大于 vivo X200 Ultra 大于小米15 Ultra。景物，这里也来先看几组样片。不得不说 vivo X200 Ultra 选择35毫米的主摄，确实是一个大胆且有效的策略。可以看到，在35毫米到85毫米这个焦段区间的样片里 ，X200 Ultra 的成像质量由于裁切更少，是要比另外两台机型更加清晰锐利的。另外，由于超广角也是用的底子更大的 LYT818，因此不管是远景细节还是光线不足的夜景 ，X200 Ultra 的涂抹感都会比较弱。但美中不足的是 ，vivo 的软件算法似乎还是有点用力过猛，很多样张都能看出来锐化实在是有些过度。后面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用户在反馈这个问题，也只希望 vivo 能够在 OTA 调教一下，不要浪费这么好的硬件。至于小米15 Ultra， 它的闪光点可以说全长在两颗长焦上。先说潜望式长焦，虽然和 X200 Ultra 一样用的是 HP9， 但毕竟原生焦段要更长。这里放大一下超长焦的样张就能发现，一旦焦段超过85毫米，小米15 Ultra 无论是成像质量还是 AI 算法上，相比 X200 Ultra 都要明显更胜一筹。来到长焦微距的样片，情况也是类似的。小米15 Ultra 虽然最近对焦距离远了点，但对于背景虚化的处理还是要更加柔和自然，整体的观感依旧要好上不少。OPPO Find X8 Ultra 的潜望长焦是三代机型里原生焦段最远的，足足有135毫米，这也就意味着它在远景的解析力上能占到不少便宜。放大这组8倍长焦的样张，也能明显看到 Find X8 Ultra 在细节边缘的表现上，可以说比小米15还要优秀一点。再加上讨喜的色彩调教，使得它的直出光感反而是最优秀的。尤其是在蓝天、落日、霓虹这些很能产生氛围感的部分，它的色彩都要生动上很多。单下镜头对于这方面还是有不小的加持的。相对合理克制的算法，也使得它并不会像小米15 Ultra 一样产生奇奇怪怪的涂抹，更不会像 X200 Ultra 一样锐得没眼看。尤其是跟 vivo X200 Ultra 对比，我真不想再提这个软件算法的问题了，但糟糕的表现还是很限制它的发挥。这里终于可以把 iPhone 16 Pro Max 拉出来了，作为公认的拍视频最好的手机，它的样片作为标杆再合适不过了。我觉得拍摄视频这块还是得问专业和非专业的需求来说，如果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并且愿意花时间仔细调色，那么 Apple Log 可以说是杀死比赛，没有哪台安卓机比得上，包括主打视频的 vivo X200 Ultra。但如果你只是记录一下生活，那4台机器其实体验都大差不差。苹果和 vivo 的防抖会更强一些 ，OPPO Find X8 Ultra 则是更加讨喜的色彩，收音意外的也不错。说白了，如果你只是拍着玩，那根据样片表现去找到一个最对你胃口的机型就可以了。除了用自家芯片的苹果，今年安卓阵营的旗舰 SoC 都是统一分配的骁龙8 Elite， 因此实际性能表现的差异更多的是取决于厂商自己的性能调度和散热设计。我这里就粗略的做一个跑图测试，给大家做参考。这里特别提一嘴 ，OPPO Find X8 Ultra 是支持跑路供电的，好处就是边充边玩时不会很快发热降频，算是个实用小功能吧。说到各家的系统，要评个最好用的，可能众口难调，但要评个体验最差的，红派 OS 十有八九是那个得票最高的。功能虽然齐全，但是各种卡顿和 bug 都让它成为了小米15 Ultra 乃至于这2年所有米系手机的短板。而 Ryzen OS 5的流畅程度确实可圈可点，但最近的更新似乎不太如人意，破安评分都掉到 6.1 了，测试过程也偶有卡顿发热的现象，但总体还是能称得上安卓阵营第一梯队的。要是能把那个老气的系统壁纸再优化优化就好了。Color OS 15是这次测试里头我感觉用起来最舒服的，流畅度、系统动效的丝滑程度几乎都要赶上苹果了。接入满血 DeepSeek 的 AI 在各种功能上都要聪明了许多。通过机身左侧快捷呼出的方式，也是我认为比较便捷的方案。总之找不到什么大的短板。对比测试的内容基本就是这些了。各家旗舰的优缺点和他们的侧重方向的确是各不相同。这里再重点总结一下影像方面吧。OPPO Find X8 Ultra 的发力点基本都是在人像和色彩上，不管是直出效果、人像质量、背景虚化，甚至是拍 HDR 实况图，它的表现都是遥遥领先的。vivo X200 Ultra 用一个更大底的超广角和35毫米的主摄，在85毫米焦段以下的日常摄影中也有着不小的优势。小米15 Ultra 的2颗长焦表现都不错，而 iPhone 16 Pro Max 则是在专业视频领域一骑绝尘。其实影像旗舰发展到现在，厂商们选择某个领域作为自己专精的方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算是给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吧。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在你选购影像旗舰时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我是小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